我叫白洁，今年32岁，在自家企业工作，现在是公司的财务总监。老公叫沈天，跟我结婚后进入了公司，帮我一起打理公司，管理着业务方面的事务。老公家境一般，不过他肯努力上进，不会因为自己家境不好就卑微地讨好我。我们一直很相爱，老公也对我很好，处处都为我着想，行为处事让人很舒服。公司的员工都觉得我们是良配，郎才女貌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也对我很好，经常关心我有没有正常吃饭，听我忙得没空吃饭，就会亲自做饭送到公司给我，看着我吃完再走。家里的大小事，婆婆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们结婚2年了，我们想要孩子，但是一直没有孩子。于是，我和老公商量着一起去医院检查看看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我问老公：“老公，要是检查是我身体的问题，你会不会嫌弃我呀？”说的也搞笑，我也有怕被嫌弃的一天。老婆，怎么会？我会一直对你不离不弃的。老公边开车边回答：“那到时候妈嫌弃我怎么办？妈怎么可能嫌弃你？就是退一万步说，也轮不到妈来嫌弃你啊！你可是我老婆，谁敢嫌弃你？我这辈子都不搭理他。”我就觉得，如果真的因为我，你没办法有一个小孩子，那岂不是很对不起你和妈妈？毕竟你们对我那么好。不会的，傻瓜，我们都还没检查呢。老公摸摸我的头，安慰着我。其实都做好心理准备了，要真的是因为我的问题的话，只要老公不会离开我，我会想尽办法来补偿老公的。我们来到了医院，因为老公跟医生是同学，老公提前跟医生打过招呼，所以在做各方面检查的时候都挺快的，不用多久就做完了所有的检查。检查结果也很快就出来了，我们忐忑不安地拿着报告找到了医生。原本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，没有想到通过检查发现是老公的身体问题。检查报告说老公弱精，医生说这种情况下要自然怀孕很难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老公沮丧地问道。他很难过，有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弱精现在很常见的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你们可以回去商量一下做试管婴儿，女方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。医生给我们建议。当听到老公弱精的时候，我刚开始还挺难过的，有点不能接受，而且我听说做试管婴儿很遭罪，我怕。但是想到老公应该比我更难过，要是真的只有做试管一个办法的话，我也愿意为老公去做。我知道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因为现在老公更需要我的安慰。本来一直觉得是我压力太大导致不能怀孕的，现在反过来是老公的问题。老公自己也从来没想过会是自己的问题吧。走出医院到停车场，老公都一直不说话，我轻轻挽着老公的手说道：“老公，没关系的，医生不是说了还有试管可以试试吗？所以你不要不开心啦。”老婆，我就是没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明明我生活作息都挺好的，怎么就弱精了呢？老公还是一脸不高兴。接下来不是愁眉苦脸就有用了，我们应该一起面对现实啊！放心，我会一直对你不离不弃的。老公一把抱住我，然后久久不说话。我们感情那么好，都相爱着对方，不应该因为要不上孩子就瓦解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我们可以做试管婴儿啊！我继续安慰着老公，轻松拍了拍他的背。我想明白了，老公身体有问题没关系的，我们有问题就一面对，一起解决。我们一起回了家，
老公把检查结果告诉了婆婆，还把我们决定做试管的事告诉了婆婆。婆婆一脸担忧，拉着我说：“白洁真是苦了你了。”我其实觉得还好，因为都是一家人，能和和睦睦的相互理解就可以了，一切事物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但是自从上次医院回来后，我发现老公行为有点奇怪，经常在工作时间说有事要外出，而且还不带助理一起外出。都说结了婚之后的男人都会出轨，我本来是不相信这句话的，可是老公的举动让我越来越心仪。最后我偷偷找了一个私家侦探去调查这件事。没过几天，侦探那边就传来了消息，说我老公经常私下跟一个女人见面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我老公真的出轨了？你们调查的时候有没有看清楚那个女人的脸？我强忍着心头的痛苦，给侦探那边发去了信息。有，侦探很快回复，我们还拍了照片，这就发给你。叮，照片传了过来，上面有一男一女，男的是我的老公，而这个女人我居然认识，她是我的主治医生。好端端的，老公为什么单独找我的主治医生见面？难道老公有什么东西瞒着我，需要单独约医生出来见面？能有什么事？难道是我身体出了什么问题？老公怕我知道难过，就独自一个人面对，但是不合理啊！我直觉告诉我这件事情不简单，我立刻约了主治医生出来说清楚。咖啡厅里，医生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我径直走到医生对面坐下。范医生，最近为什么我老公偷偷来见你？你们瞒着我什么事？我开门见山的直接问。白总监，我哪有什么敢对你隐瞒啊？范医生似乎觉得我拿他没有什么办法，并不打算告诉我实情。范医生，你似乎不知道我在世的实力，你要现在不老实交代，等我自己查出去来，我可就没现在那么好说话了。我淡淡的看了一眼范医生，这卡里有10万，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在我的逼问下，范医生说出了真相，原来我老公并不是弱精，根本就是无精。早在我们一起去检查的前2天，老公就自己先去检查了。知道结果后，老公跑去找范医生，让范医生跟他一起来骗我，而且范医生跟老公也不是他的同学。我愣了，怎么可能？老公怎么可能骗我？老公一直以来什么都告诉我的，他连银行卡的密码都告诉我，怎么可能因为无精就找人串通来骗我？虽然我知道无精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，但是这不是伤害我的理由啊！这是老公赤裸裸的欺骗。我问范医生，那他瞒着我是想要用精子库的精子吗？你们精子库的质量有没有保障的？我担忧精子库的质量不行，要是老公真的无精，怕我知道他不能生育，也是可以理解老公的做法的。但是我不理解老公为什么瞒着我，不告诉我，这是我不能接受的。说好的不离不弃呢？说好的一起面对呢？可是我太天真了。范医生摇头说，不是，他压根就看不上精子库的，他要用他指定人的。我的天，不是精子库的，老公他想用谁的？这个事情为什么老公一点都不跟我商量？是谁的？你知道吗？我脑子充满了疑问，我想不出老公身边有什么合适的人选，我也不知道。范医生说，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，这关乎到我的一生，老公却什么都没有跟我说，还偷偷瞒着我。我现在怀疑老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？难道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我能接受老公不能生育，但我绝不能接受老公的欺骗。我一定要查清楚整个事情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让范医生帮我做一个局。
范医生，过段时间我就找你检查，到时候你就说我怀孕了，我要假装怀孕，然后让老公他们自己慢慢露出马脚。范医生，只要你能帮找出真相，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，并且帮助你出国进修。但是，一切都只能暗中调查，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。我开出了我的条件。范医生想了一会，说了句：“我明白怎么做了。”就离开了。范医生走后，我坐在咖啡厅想了很久，不明白老公为什么要欺骗我，还做这些事。我想破头都想不明白。即使现在对老公有那么多的疑惑，我还是相信老公不是故意要这样的。老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有苦衷的。回到家，我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跟老公一起愉快地吃饭、睡觉、上班。我按照着老公的计划走，老公安排好时间去医院做了试管。当然，我并没有真做，我只是在手术室里玩了会手机，然后就出来了。一切都按着老公的计划进行着。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再去检查的时候，范医生就告诉老公我怀孕了。老公很开心，抱着我轻手轻脚的，生怕把我弄疼，扶着我走路，走个台阶都让我小心点，好像我是个玻璃娃娃一样，处处都小心翼翼的。要是我不知道之前老公做的事的话，我现在应该很开心，并且很享受地接受着老公的喜悦。但是现在的我却无法开心起来。一家子人都知道我怀孕了，公公婆婆都很开心。婆婆天天在查吃什么对孕妇好，家里有什么对怀孕不好的东西都被清走了。看到婆婆这么伤心，我挺愧疚的。要是婆婆知道了我不是真的怀孕，会不会疯掉？毕竟婆婆一直对我都很好。过了几天，一直游手好闲的小叔子回来了，还给我送了礼物，说是给他未出世的侄子的。平时小叔子对自己的亲哥哥都没什么好脸色的人，居然送我未出世的孩子礼物。我并不喜欢小叔子，甚至说有点讨厌，因为他就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小叔子突然对我的孩子那么上心，不像小叔子的作风，这里面有问题。我多了个心眼，哈哈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犯困。我打了个哈欠说，这怀孕刚开始都是这样的，容易想睡觉，过几天还会想吐呢。婆婆笑得合不拢嘴，这么累的吗？那我还是先去睡会吧，太困了。我起身往楼上房间走去，婆婆满脸笑意地说，去吧，好好睡一会，等下我把炖的老母鸡汤给你端上去。其实我是故意说要去休息的，悄悄在客厅隐蔽的地方放了录音笔，为的就是想知道小叔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小叔子他们离开后，我偷偷取走了录音笔，里面的声音很杂，似乎有吵架声，但我很清楚地听到小叔子说的一句话，好像是说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叔子外面有人了吗？他还没结婚，莫不是私生子？我一肚子都是问题。据我所知，小叔子是个男童，不可能跟女人发生关系，更别说让女人怀孕了。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这个很可疑。小叔子应该知道点什么，如果从他下手，或许应该可以调查点东西出来。小叔子偏爱男美色，我在小叔子经常去的酒吧找了个男模接近小叔子，男模跟小叔子喝着酒，小叔子的手一直对男模动手动脚的，男模也很给力的灌小叔子酒。小叔子被灌醉后被带到了酒吧的包厢，而我躲在包厢的角落里，偷偷地把他们所说的话录像下来。男模把小叔子按在沙发上，然后借着小叔子还没酒醒的情况下问他，听说你大哥不能生育，却让你大嫂怀孕了，你大哥怎么那么厉害呀？屁呀！
他沈天就是无能，要不是我大嫂怎么可能怀孕？小叔子愤愤地说。男模接着问：这意思，你把你大嫂上了？怎么可能？白洁那么丑，我才看不上呢。小叔子抬眼看看男模，你可比她好看多了。说着手又不老实了起来。那你大嫂怎么怀孕的？你笨啊！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做试管婴儿，用我的精子，再用白洁的卵子就可以了。啊哈哈！小叔子说完，狂笑起来。他发自内心的觉得他胜利了。他的嫂子一直看他不顺眼，却怀上了他的孩子，他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。听到这的时候，我崩溃了。我老公用的精子居然是小叔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老公知道我最讨厌小叔子了，要不是这话从小叔子嘴里出来，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从角落走出来，直接质问小叔子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哥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我内心彻底崩溃，对老公的信任一点点崩塌。小叔子似乎还没醒酒，看到我以为是幻影，拉着男模的手说：我居然看到白洁在这里，哈哈哈！我一定是喝醉了，白洁做梦都想不到，她所谓的好老公好婆婆会一起骗她。小叔子说着停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：我们全家都知道了，就她不知道，而且让我们不要告诉她的，还是她好老公说的。小叔子说完就嘣的一声倒下了，也是彻底醉倒睡着了，而我却不知如何是好。我不敢相信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公一手策划的，而且一直对我无微不至的婆婆也骗我。难道我的婚姻就是个笑话吗？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老公要这么对我？我想不明白为什么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按小叔子所说的，老公因为自己无精，所以不能生育，然后就想到用小叔的精子跟我的卵子人工受精，做试管婴儿。老公他们想用孩子绑着我，觉得小孩出生了以后，就算出了什么问题，拿 DNA 做亲子鉴定，也不会查出什么问题来。这样，他们还能继续利用我，利用我的家族企业，获得他们想要的利益，也能一直保持着实权。自从结婚以来，我老公一家没少利用我家族企业的便利，但凡有点亲戚关系的，都往公司安排。我刚开始觉得没什么，反正都得招人，只要干活不马虎就行了。现在想想，老公一直都是想把我架空，把我公司的人员都换成他的亲信，然后有机会就上位。这么一想，老公的野心不是一般的大呀。要不是因为这次假怀孕，我都没发现端倪。最关键，这一切的策划者都是那个口口声声爱我、呵护我的老公。我的心态崩了呀！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老公爱我是假的，婆婆关心是假的，他们所有对我的好都是假的。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事，而且经历这样的事，自己也无法理智的处理。我找到了我的朋友，跟他们说了这一切，一起帮我出主意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朋友问我，我也还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我恨透了我老公他们，我也是毫无头绪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让老公他们好过，他们一定要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那既然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也没必要留什么情义了，搞垮他们就是了。毕竟是事不关己。朋友说的特别轻松，反正一切都是假的。沈天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，这夫妻也没必要做了。我要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朋友看着醉到一旁的小叔子，他要怎么处理？先把他关着吧，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收拾他。说完，我离开了酒吧。我是一秒都不想多待。一下子我接收了那么多信息，我脑袋都快要炸了。原本我跟老公一起生活的挺美好，现在一夜之间都被摧毁了。
接下来我要开始我的报复。老公，我这都怀孕了，你们是不是得通知一下大家，宴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？这要到了我怀孕后期会发胖变丑，到时候漂亮的礼服都穿不下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吃着婆婆刚洗的樱桃，是应该，我得让亲戚们知道，我沈家有后代的人了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的孙子就要出世了。老公还没开口说话，公公就开口同意了。公公是死要面子的人，他儿媳怀孕了，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跟亲人们炫耀的机会？行啊，老婆，你想摆就摆，我都听你的。沈天一脸什么都听我的表情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沈天这一副嘴脸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恶心。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，这哪有恩，都是数不完的恨。那场地就我自己定了，老公你就负责通知双方亲戚，让他们准时到达。我交代老公，记得通知所有的亲戚都要过来。公公说，儿媳妇你就放心的去搞，场面搞得越大越好，这样才显得我沈家有面子。沈天说，好的，我会记得的。然后温柔地揉揉我的头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隔天我就让人把酒店的资料都发给我，我特意挑选了我们当地数一数二的5星级酒店，还请了专业的场景布置的团队。我宴席摆多大，就得让沈天他们受多大的打击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绝对不会亏待亲友们的，让他们好好看一场戏。在宴席开始前一天，我独自回了趟娘家，在娘家吃完饭，就跟爸爸一起去书房单独谈谈。我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爸爸，我提前告诉了我爸爸我要做的事，因为我明白我爸爸是理解我的，主要是怕爸爸突然接受不了，然后气坏了身体。爸爸了解了全部事情后很生气，愤怒跟我说，没想到沈家人是这样的，当初真的是看走眼了。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下去，人的三观都会被毁，你以后肯定也会被欺负的。女儿，你放手去做吧，爸爸全力支持你。爸爸的支持是我这么久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了，感谢爸爸做了我最坚强的后盾，让我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所有的困难，也让我明白当遇人不淑的时候，有娘家人在，天塌下来都不用怕。到了宴席当天，所有的亲戚都如约而至了，一切都在缓慢进行着。婆婆公公亲自给每一桌的亲戚敬酒，感谢他们的到来。那些亲戚随便奉承了公公婆婆几句，他们就笑得很开心。笑吧，多笑点，毕竟等下就笑不出来了。我在气氛的最高潮，拉着老公走上了我精心布置了一番的舞台。沈天可能以为我拉着他上台是要讲感谢跟宣布我怀孕的事，脸上一直笑得很开心，还很暖心地提醒我小心台阶。但是当我把医生的证词和离婚协议甩在我老公的脸上，老公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看了医生的证词，老公似乎想要解释些什么，但是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说道，你也不用再解释什么，所有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了。前些日子你签的一堆文档里面，还有一个净身出户的声明，离婚后你什么都得不到。老公愣在了原地，他貌似还没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。还有公公婆婆的农场也是我家帮衬的，现在直接收回，你们一家人从我身上得不到一个子。我说完，台下一片寂静，一会儿突然闲言碎语都响起，原来沈家是这样的人，太过分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哇，这么说沈家儿子不能生育了？白洁呀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们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这样对我们，你这样会遭报应的。婆婆听完
当着所有的亲人面哭闹了起来。儿媳妇啊，你不能这样做的，这么多年来我们沈家对你也是不错的，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要闹离婚啊，这不是丢我沈家的面子吗？公公还觉得他们没有做错什么，在他眼里，我被欺骗、被伤害都是小事，什么事都没有他沈家的面子重要。老婆，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，我接受不了自己不能生育，要不是这样，也不会一时糊涂做出这样的事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沈天当场跪了下来，死死拉着我的手哀求我。我甩开沈天的手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你对我是真心真意的，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就算知道你因为无精不能生育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还可以原谅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欺骗我，还隐瞒我，偷偷用小叔子的精子和我做试管婴儿。我也不想再跟沈天他们说些无用的东西，我早就料到了他们会这样死缠烂打。我请出了我早就安排好的律师团队，律师跟沈天他们说，沈先生，按照法律来算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坐牢的。说着，律师拿出一沓文件，接着说，沈先生，在白小姐备孕那段时间，你偷偷挪用公积金的证据，以及沈先生背着白小姐给您自己的弟弟买房子、买车子的证据。现在白小姐正式向你起诉离婚，追究你的一切商业犯罪行为。老公颤抖着向我求饶，老婆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不要那么无情。你也不能让孩子一出生没有了爸爸，就算孩子出生，你也不是孩子的爸爸。更别说我现在根本没有怀孕，我怀孕都是假的。我故意说我怀孕，就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我说完，老公、婆婆、公公瘫坐了地上，一脸绝望。我继续接着说，你以为你们做的一切我都不会发现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能知道这些，也得多亏了小叔子，要不是小叔子告诉我，你们的奸计就要得逞了。老公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小叔子会出卖他。虽然平时小叔子对没有什么好脸色，但老公对小叔子还是挺好的，毕竟就那么一个亲兄弟。我也不再管老公他们怎么样了。跟老公他们说完，我对在座的亲人说，不好意思，让各位亲人见笑了，很高兴各位来到现场，大家吃好喝好。这顿饭吃完，我们白家跟沈家就彻底没关系了。我离开了宴席，跟着爸爸回了自己的家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手下的人去打理了。那场宴会过后，老公因为挪用公款被判了刑，我和他的夫妻关系自然也不存在了。至于老公给小叔子买的车子和房子，也都重新归到了我的名下。公公和婆婆属于知情不报，本来是要背一定的刑事责任，但考虑到他们年纪太大了，最后酌情处理，只是简单的拘留了几天。不过他们的名声彻底臭了，公公那么爱面子的人，现在彻底在亲人那边抬不起头，婆婆就更不用说了，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。他们沈家人也是势利眼，看到我和沈天离婚了，一个个都不再搭理沈天一家，到最后干脆连所有通讯方式都拉黑了，再也没有联系过。公公婆婆偷偷离开是回到了老家，没想到那天的事早就传遍了，一回去就遭到了全村人的嫌弃。那些曾经被公公婆婆欺负过的人，更是卯足劲的给他们下眼药和穿小鞋。小叔子没有坐牢，但是因为我在宴席的一番话，沈天他们真的以为是小叔子背叛了他们，所以小叔子现在是有家不能回，彻底跟他家里决裂了。
他本身就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子，再加上我背后施压的缘故，小叔子在世根本没有立足之地，就连打散工、做苦力活都没有人敢收他。而我离婚以后，生活比以前很好了，以前的追求者都跑出来了，天天都有收不完的花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，我们两家实力相当，身体也都非常健康。我们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。结婚没多久，我就怀孕了。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检查发现我怀的是龙凤胎。老公对我呵护有加，为了照顾我，他把公司的业务全部交给了手下的打理，全身心地陪着我养胎，处处呵护我，照顾我。等到10月生产的时候，本以为要剖腹产的我，进产房短短15分钟就顺产了，一儿一女都非常健康，就连医生们都说我会生。我看着笑得合不拢嘴的老公，以及两家人的幸福笑脸，不自主的也笑了起来，好像自从摆脱了沈家，我的运气就越来越好了。难道真有老天爷在偷偷补偿我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